从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圣马可广场。这间餐厅可是经过意大利 Slow Food 组织认证过的哦。老板，你要白酒吗？No， 我们昨天也比较快啊，没有，我们今天的。吃到一半居然涨潮了！天哪，整个地板都是湿的。最重要的特点呢，是其内部由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丁多列托所创造的大量壁画。这座修道院呢，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建立于1982年，披萨界的神作。来意大利你不吃它哦，就像是你去台湾没有吃的阿珍一样，绝对后悔。Ciao a tutti， 我是淘淘，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大家都知道威尼斯有多么的迷人，但是你们知道这里还藏着一个小众天堂吗？没错，今天就要来带大家探索一座冷门小岛，让你们一走进去以后就不想离开的地方。而且不止这样，还会带大家去吃好料、看美景，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拍影片耶！解锁威尼斯，所以你的威尼斯里面就会有吗？对，没错。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上次介绍了这么多威尼斯的必玩景点，但是这座水都后面背后的故事到底是如何？你们知道吗？话说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呢，西罗马帝国不堪一击，被北方蛮族搞得鸡飞狗跳。意大利居民呢，为了逃避这些乱七八糟的战争，所以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定居。这个地方呢，就成了他们的新家。天然的防疫系统呢，让他们躲得舒服舒服。时间过得飞快，到了8世纪初，这些岛民呢就觉得自己挺能干的，于是呢就选了一个老大。那威尼斯的共和国就由此诞生啦。这个地方靠海，做起贸易呢，就成了欧洲和东方之间的重要商议中心，所以呢就赚得盆满钵满。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哎呀，发财了！11世纪到13世纪呢，威尼斯人就是赚翻了。威尼斯商人的名号呢，也就此诞生。靠着卖香料、丝绸、宝石，财富滚滚来。这些钱呢，不但进了商人的口袋，还让整个城市呢建设的美轮美奂。各种豪华建筑、教堂呢，都是在这个时候拔地而起。威尼斯呢，也成了地中海的闪亮明珠。我全都要。到了15、16世纪，威尼斯进入了文艺复兴的黄金期，这里呢成了艺术家和学者的天堂，像是圣马可大教堂啊、总督宫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杰作哦。威尼斯呢还成了印刷业的中心，书本知识教育遍布欧洲，真的是文艺又复兴。好景不长，16世纪随着鄂图曼帝国的崛起，还有新航线的开辟，威尼斯的贸易呢就整个下滑了。后来呢，拿破仑大军一来，威尼斯共和国直接再建。之后呢，威尼斯呢就轮流被意大利跟奥地利轮流统治哦，日子呢就过得不是太开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威尼斯又靠着旅游业东山再起。Nice。如今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来这里打卡拍照。虽然呢常常会面临海水的上升跟地基的下沉挑战，但是威尼斯依然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水上城市，充满着历史和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角 Giudecca。这座岛位于威尼斯本岛的南边，不像圣马可广场一样那么的热闹，反而是一个静静守护着威尼斯的秘密花园。这里曾经被叫做 Spina Lunga， 因为它的形状就像一根长刺，后来它改名为 Giudecca。这里可是威尼斯贵族们的后花园，到处都是豪华的宫殿和花园。不过到了20世纪初，这里变成了工业区、船厂、工厂，甚至还有电影制片厂呢。不过随着工业的没落，现在的 Giudecca 成了有钱人的度假胜地。在 Giudecca 岛旁边还有一座超级迷你的小岛，上面有一座1000年历史的瑰宝。我们到了 San Giorgio， 耶！从这边可以直接看到圣马可广场，看，就在那边。圣乔治马肖雷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呢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建立于1982年。当时的总督将这座岛上的教堂赠予本笃会的修道士，这里呢也成了欧洲宗教文化艺术的重要中心之一。
但别小看现在这么的平静哦，其实在历史上它曾经被战火摧残的相当的严重。1797年呢，威尼斯共和国覆灭以后呢，它遭到了严重的洗劫，甚至在拿破仑时期呢被改造成军火库。后来修道院呢又被当作成军事基地，一直到1847年才重新交还给本笃会的修士们管理。里面呢收藏了许多艺术大师的作品，像是威尼斯伟大画家丁托列托和他儿子多米尼克的画作。看完教堂，肚子也应该饿了吧？现在我们要来到 Giudecca 岛上慢食餐厅 La Palanca。这间餐厅可是经过意大利 Slow Food 组织认证过的哦。意大利的 Slow Food 组织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运动，致力于保护地方食品文化，支持可续农业以及推广美食教育。这个组织是由意大利美食家 Carlo Petrini 于1986年在意大利的北部布拉市成立。最初是为了反对快餐文化，并且强调传统烹饪和食材的价值。Slow Food 的理念呢，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好、干净、公平的饮食文化 （Buono, pulito, giusto）。自成立以来 ，Slow Food 的运动已经扩展到全球超过160个国家，深刻的改变人们对于食品的看法，并激发了可持续农业和食品政策的改革。在意大利 ，Slow Food 不仅保护了传统食品的文化，还促进了农村旅游，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来品尝正宗的意大利风味。Dopo tutti E dopo vengo con. Perfetto. Vuoi da bere? Prendiamo. Sei bravissima! Dove prendiamo una acqua frizzante? Sì. Papà ne ha paio, ma. Un litro o 2 litri? 2 litri. No, un litro. Facciamo un litro. Grazie. 2,000 years. 这叫做 slow food， 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催人家。他没有，我们昨天也比较快啊。没有，我们今天这家是最慢。餐厅是 slow food， 你不要在那边。 12 seconds later. 他没有忘记，他不会忘记。就觉得太吵了。他的手。靠！你当我什么？我1秒钟几10万剩下。不要跟你讲说那一群蝗虫。人才啊！首先，我们品尝了墨鱼搭配炸的玉米糕。这种玉米糕呢，它炸的外酥内软，咬下去真的很像在吃台湾的萝卜糕一样，口感丰富，而且还充满浓郁的玉米香味，搭配墨鱼的鲜美，真的绝配。再来就是醋渍鱼沙拉，鱼肉鲜韧多汁，与微酸的醋香完美结合，带出食材的鲜味，同时呢清爽又开胃。来威尼斯一定要点墨鱼意大利面，但是你们有吃过鲜虾节瓜意大利面吗？意大利面的口感真的是 Q 弹有劲，吸满了鲜虾跟节瓜的鲜甜，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再来就是鲈鱼意大利饺，细致的鱼肉馅料包在柔软的意大利饺子皮里面，真的是满满的海味在口中绽放，鲜美的令人回味无穷。最后甜点的部分呢，我们选择了店家自制的巧克力蛋糕以及莓果意式奶冻。巧克力蛋糕非常的浓郁哦，入口即化。整个巧克力醇厚香气在口中久久不散，莓果意式奶冻呢，则是非常的滑顺，搭配酸甜的莓果，为整个餐点画下完美的句点。每道菜真的都是味觉上的享受，让我们感受到慢食运动精神的精髓，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美食之旅。吃到一半居然涨潮了，天哪，整个地板都是湿的。刚刚后面那个老奶奶还直接把鞋脱掉，直接泡脚吃饭，真的太惬意了。这种松弛感，果然是意大利人才有的，天生 DNA 就刻在里面。一个字，绝！吃饱喝足后，我们来到威尼斯的圣洛克大会堂，于1478年由一群热心的市民创建，以纪念圣洛克。他呢，因为保护人们免于瘟疫而闻名。这个建筑结合了哥德式和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呢主要有包含大厅、上层大厅和大画厅。最重要的特点呢是其内部有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丁托列托所创造的大量壁画。这些壁画分布在各个会堂的房间中，展现了丁托列托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技法。
结束了这一天的威尼斯旅行，我们搭上火车回科莫。不过别急，还有晚餐等着我们。来到科莫呢，我要带大家去吃一间非常有名的披萨店。如果你要来意大利吃到最正宗的玛格丽特披萨，绝对要来 Antica Pizzeria da Michele。这一家披萨店有超过150年的历史哦，披萨迷哦，你一定来这里朝圣。连茱莉亚·罗伯茨在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都有特地来跑来吃他们家的披萨。他们现在在科莫居然开分店了。我们先点了 Montanare 作为开胃菜哦，真的不夸张，它的外皮炸得酥脆到不行，然后里面的番茄浓郁到就是你咬一口绝对会爱上，完美的开胃选择。再来呢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Pizza Margherita， 一上桌那整个香味是扑鼻而来，番茄的那个浓郁的香。瞬间真的让你整个肚子都在咕咕的叫，那个饼皮非常的柔软，真的是非常好吃，而且它那上面的起司还有那个罗勒，我的天哪！你会感觉到整个饼皮，还有整个酱料，还有整个那个罗勒香全部搅在一起，哇天啊，真的是超级好吃！这个滋味呢，真的不夸张。披萨这个神作，来意大利你不吃它，就像是你去台湾没有吃阿珍一样，绝对后悔。好啦，那这一集的威尼斯旅游就到这边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意大不同。Ciao, a presto!